从形式上看，巫术是由巫师使用的技术。那巫师是什么人呢？女的叫巫，男的叫习。也许巫师的分工有很多种，其中一种具体的分工叫太卜或太史。在中国古代，太卜和太史掌管易经占卜。那么显而易见，周易本质上是卜筮之术，而卜筮又是巫习们发明的，所以也可以说周易是巫术或巫术的产物。但是对于一个拿了国家科研基金的专业学者来说，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十分考验其智慧的。讲政治讲立场是潜在的基本要求，所以作者针对这个问题回答得很克制，而且很简单。他给出的回答是占卜不是巫术，这是因为占卜有两个最大的特征，一是占卜的目的是为了判断或预测，它并不像巫术那样企图直接改变事物发展的进程。举例来说，占卜是想知道未来吉凶如何，还没有决定要怎样应对吉凶呢。而巫术，比如扎纸人、诅咒术等，则是直接对凶的或者是敌人展开攻击。第二个特征是，占卜作为判断或预测本身，它可能是一种十分理性的行为，比如它的推理方法符合形式逻辑的判断规则，而且推理依据也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。这是说，占卜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理行为，必须合乎一定的规律和道理，不是你想乱来就可以乱来的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占卜都符合逻辑、遵循规律的，比如古代和现在民间的卜卜、吉卜之类。显然，周易的大演示法占卜就是符合逻辑、遵循一定规律和道理的方法。正因为这样，周易才最终从巫术中升华出来，成为一种哲学思想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普通人采用的是历史发生学的观点，卜筮是巫习们发明的一种巫术，所以占卜就是巫术。比如你腌了一缸咸菜，别管里面是酸萝卜还是酸白菜，它们都是咸菜。但在专业学者的眼里，他们认为不能只看现象，只看表面，还要准确给这缸咸菜进行营养或者是品种分类。萝卜是萝卜，白菜是白菜，盐是盐，是营养，而亚硝酸盐就是致癌物。所以明白了专业学者是用解剖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时，你也就明白了还可以从目的上再次区分占卜和巫术的不同。巫术的目的在于影响或改变外部自然世界或想象中的鬼神世界。在作者的论述中，除了占卜不算巫术，还可能有一点会让你吃惊，那就是禁忌算是巫术。作者赞同禁忌是应用巫术中的消极应用，所以禁忌是巫术。这样看来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巫师啊。比如人们忌讳新年第一句话听见的不是吉祥的话。作者特别介绍了崇拜熊图腾的鄂伦春人关于熊的一些禁忌，比如不能偷袭睡眠中的熊等等。因为禁忌而形成了一些改变性和替代性的行为，所以把禁忌当作巫术的一种形式是合理的。那么你认为合理吗？